嗨，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下英国脱欧吧。那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如果你参透了英国脱欧这件事情最核心、最本质的原因，那对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它的制度、社会乃至政策的认识会豁然开朗的。王牧原先生呢，近期参加八方论坛的一档节目的时候呢，也把整个英国脱欧的全过程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介绍。那他就从比如说背景啦，或者历史啦，或者各种法条啦，或者英国各种党派之间的争斗了等等诸多方面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呢也把那期节目的链接放在我下面的说明里面。那我建议如果没有看过那期节目的呢，可以去看一下。那他那期视频时间也非常的长，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呢，那我在这里呢用几分钟的时间吧，帮大家简单的去梳理一下英国脱欧到底是怎么回事。整个英国这个脱欧的全过程当中呢，主要是分为两大阵营和 N 个党派。那哪两大阵营呢？一个阵营就是 A 阵营 ，A 阵营主要就是由一些土豪来构成的，土豪和一些既得利益者吧。那对于 A 阵营，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些人嗜血成性，而且自私自利，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就是这样一群人组成了 A 阵营。那 B 阵营是什么呢？ B 阵营就是各行各业的这种精英，算是政治精英也好，经济精英也好，就是由精英来组成的，就是 B 阵营。那 B 阵营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B 阵营呢，就是以英国的整个国家利益为优先，以英国民众的福祉为优先。那这个呢，就是与那些自私自利、嗜血成性的 A 阵营最大的区别。好，那 A、B 两大阵营介绍完之后呢，那我希望大家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英国它是分为比如说保守党啦、工党啦，还有等等其他那些党派。对于这些党派，并不是 A 和 B 这两大阵营的一个代表。那换句话说呢，就是 A 阵营和 B 阵营呢，分别存在于不同的这种党派当中。我希望这一点大家能够理解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比如 B 阵营当中的这种精英政治，这种精英阶层，那他们的代表呢，就是前首相，比如说卡梅隆，还有梅伊等等，这些呢都是B 阵营的代表。那比如现在现任的首相这个 Johnson， 那他呢就是 A 阵营的代表。显然啊，这前后的3任首相都是来自保守党的。那问题来了，那英国到底为什么要选择脱欧呢？那经过刚才的介绍啊，比如前首相的卡梅隆，还有梅伊，他们都是 B 阵营的代表，他们都是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所以他们都是留欧派。所以对于 B 阵营来说，他们根本就不支持脱欧，整个主导英国这场脱欧闹剧的就是来自于 A 阵营。好，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那对于 A 阵营来说，他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脱欧呢？那这里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那个法案就叫做 ATAD， 就是欧盟反避税指令。对于这个法案的具体细节就不给大家介绍了，那大家只需要知道这个法案它最终目的以及作用到底是什么。那首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英国作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它对于其他的欧盟国家有一个优势，就在于英国它有很多的这种海外的领地，比如说英属维京群岛啦等等诸多的这种被誉为避税天堂。所以呢，英国的这些土豪，也就是 A， 他们会把自己的公司设立在这个避税天堂里面，以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当然，这个在欧盟其他国家眼里看起来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所以呢，欧盟就推出了这样一个法案，也就是 ATAD， 也就是反避税的这条指令。那目的呢，就是为了限制英国的这些土豪，也就是 A 阵营。而 ATAD 这条法令最终要在欧盟内实行，它的时间就定在了2020年的1月1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 阵营在无所不用其极的都要赶在今年年底之前一定要脱欧成功。其实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英国的脱欧和这个法案的立法，你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其中的端倪。那这个法案的立法呢，是发生在2016年的1月份。那在这个立法发生之后，英国的土豪集团，也就是 A 阵营，他们立刻就发现这个法案是对着自己而来的。那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你在避税天堂只需要交几% 的税，而猛增到35%到40%，那这个损失对于 A 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所以 A 阵营就怂恿当时的首相卡梅隆一定要举行脱欧的公投，而对于首相卡梅隆来说，他犯了这种白左通常会犯的错误，所以呢，他在2016年的6月份，也就是在这个法案通过还不到半年，就很快速的举行了脱欧公投。
当然，他当时非常幼稚的认为，这个脱欧公投就跟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一样，都是不会过的。但是显然呢，他低估了 A 的能力。那我们都知道 A 的特点呢，就是贪得无厌，但是他有一个优势，就是非常的有钱。所以呢，他可以购买非常多的媒体，对于英国普通的民众进行铺天盖地的洗脑，然后再配合这种脱欧政党的领袖，如法拉奇一样这样的人物进行上下的穿梭。那最终呢，在2016年的时候，竟然神奇般的英国脱欧成功了。当然，这个结果最终不仅大跌留欧派的眼镜，也让世界一片哗然。好，那既然公投的结果已经定了，那为什么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英国的脱欧始终都没有完成呢？这里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两大阵营，也就是 A 阵营和 B 阵营不同的思考方式。那对于 B 阵营来说，既然公投的结果没有办法改变，那他就想要这场脱欧使英国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那么对于 A 阵营来说呢，那他们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的土豪，他们根本不管英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任何的损失。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就好像一对夫妻他们要离婚了，那对于 A 阵营来说呢，那我就是要尽快的离婚，离婚之后把房子卖掉，我要分钱，我最看重的就是钱，其他的比如说孩子啦或者其他的事情，我通通都不要。那对于 B 来说，他为孩子考虑的更多。那既然离婚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我们可以离婚，离婚之后呢，我们仍然住在一起，在外界看来我们仍然是一个家庭。那对于孩子来说，也对他未来的一个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那这个显然是 A 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这样的离婚对于 A 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 A 要的只是钱。好，经过我上面的解释，大家应该可以清晰的了解到，整个这场脱欧的闹剧完全就是由 A 阵营发起和主导的。而在这个法案2020年1月1号大限到来之前呢，那 A 阵营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那他们目标就是一定要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完成脱欧，所以呢，他们就迫不及待的推出了自己的代言人，也就是现任的首相 Johnson。Johnson 跟他之前的两任首相是不同的啊，因为之前的两任首相都是留欧派，所以属于 B 阵营。对于 Johnson 来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 A 阵营的代言人。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Johnson 在刚接任首相的时候就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在无协议的情况下，也要在10月31号之前脱欧的原因。显然 B 阵营也不会就这么束手就擒，那所以呢，他们也发动了各种的资源，在国会里面也联系了各种的党派，对 Johnson 进行一个阻挠。那也就是到现在，也就是10月份的时候，显然 Johnson 在10月31号脱欧这个目标是没有完成的。那所以呢，最新的消息也出来了 ，A 阵营将孤注一掷啊，那将进行一个国会的大选，也就是在今年的12月12号进行国会的大选。那如果 A 阵营在这次大选中能够掌握到多数，那么在新的国会开议之后，你就会看到各种各样有利于 A 阵营的法案将会陆续的通过，而完成英国的最后脱欧。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在观看了八方论坛对于王蒙云先生的一个专访之后进行的一个小的归纳和总结。从我上面的论述，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在英国的 A 阵营来说，他们是如此的自私自利和嗜血成性。那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甚至于不惜牺牲北爱尔兰的利益，换句话说，不惜牺牲英国的国家利益来达到此目的。所以你在参透了此次英国脱欧最核心最本质的原因之后，你在看待其他的事件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细想啊，其实不仅仅是英国才存在着 A 和 B 两个阵营，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不管它的制度如何，都是存在着 A、B 两个阵营的。那我们先来看英美啊，那英国自不必说了，刚才已经介绍过，那现任的英国首相 Johnson 那就是 A 阵营的一个代言人。而美国呢，美国就不是代言人的问题了，而是 A 阵营的土豪亲自上阵去竞选总统，而竟然还选上了。那这位总统呢，就是我们现任的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形容英国的这个首相 Johnson 非常的像美国的总统川普，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却代表了各自国家当中的相同的一个阵营，也就是 A 阵营。而对于美国的总统川普来说呢，他可谓是把 A 阵营的所有的特点发挥得更加的淋漓尽致。
那从他一上台开始，就开始对富人进行减税，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是富人，给自己减税天经地义。在世界上呢，那他就去世界上任何可以找到便宜的角落去试血，去 A 钱，他根本不顾美国的国际信誉，曾经加入过的国际组织随便退出，曾经与他国签订的贸易协议撕毁重签。而川普之所以要跟中国展开贸易战，并不是他依循了之前 B 阵营的总统奥巴马所制定的那个重返亚洲、围堵中国崛起的美国的新国策，而只是想占便宜罢了。而当他的选情又出现了危机，他又忙不迭的要跟中国再次签订贸易协议，让中国去购买农产品，去讨好自己的选民。而在美国的国内，那川普又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惜去要求国外的元首去调查他国内的竞争对手的黑材料。所以综上所述啊，川普作为 A 阵营的代表人物，有以上种种的作为就不足为奇了。说完了英美，我们再来谈一下台湾。台湾呢，也同时存在着 A、B 两大阵营。那这里面要特别注意的是 ，A 阵营是同时存在于蓝绿两党之中的。台湾的 A 阵营呢，跟英美一样，他们非常的有钱，可以控制岛内几乎所有的媒体。所以经过20多年对民众的长期洗脑，逐渐形成现在的民粹。也就是说，在现在的台湾，不分蓝绿，都是一股脑的排斥统一。这种民粹呢，对于 A 来说是利益最大化。因为与大陆统一，这些 A 阵营的既得利益都难以得到保障，所以透过媒体和民粹打击岛内的统派是 A 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其次就是独派 ，A 可以控制媒体，可以洗脑民众，也可以利用民粹，但是 A 唯一控制不了的就是公投的结果。简而言之，如果现在在岛内进行统独的公投，独派必胜，而独立的结果是什么？会招致武统。而这些对于既得利益者 A 来说，显然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立法院当中，蓝绿一起将公投法放入鸟笼之中了。所以在台湾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蓝的上台不统，绿的上台不独。原因就在于真正控制台湾的 A 阵营是不允许自己的利益哪怕受到一点点的伤害的。而对于台湾的经济被韩国超越，民众的薪资增长迟缓，这些对于 A 来说都无关紧要，这跟英美的 A 没有不同。而在台湾的 B 阵营虽然有，但也无法透过选举上台。虽然他们拥有客观理性的声音，但也无法获得被长期洗脑的台湾民众的共鸣。我们只需要看一下正经龙凤配下面一票的简体字就可以知晓了。而反观隔壁棚的台湾第一网红是被洗脑的成功典范，可谓拥趸无数。那这也是为什么2020年的候选人排着队的都要去跟他进行直播的原因了。好，说完了台湾，我们再来说一下香港吧。那香港的 A、B 阵营呢，早在英国统治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那在香港的 A 阵营呢，主要由这种地产业了或者金融业这种大佬来组成。香港的 B 阵营呢，主要就是由一些理性的为香港利益最大化的这种精英来组成的。那回归之后呢，北京为香港制定了一个 B 可以长期执政的一套选举办法。B 上台之后呢，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而香港的优势不在，需要转型的局面，还有楼价的高涨，年轻人的居住正义等诸多的问题，制定了比如说数码港了、公屋了，还有填海了等诸多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呢，无一例外都触动到了 A 的利益。所以呢，在香港的 A 也是透过去购买媒体去制造舆论。在香港呢，现在也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被 A 所掌控。当然，如果需要的话，偶尔 A 也会跟泛民这种反对派相结合，甚至于会跟英美等反华势力合作，最终分别透过23条、战中和今年的逃犯条例向 B 发起全面的进攻。那目的呢，就是要逼北京在现有的选举办法下，允许 A 阵营的代言人上台，或者是通过双普选来实现此目的。香港事件发展的今天，对于整个中国和香港的部分民众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但由于时间和主题的关系，在这里就不展开了，有时间再跟大家讨论。好，说完了港台，我们来谈一下中国吧。严格的来说呢，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存在着所谓西方式的 A-B 阵营。直到40年前 ，B 开启了改革开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集体领导、精英治国之策。目的呢，就是为了让 B 阵营可以长期执政。
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财富快速的累积和膨胀，贫富差距拉大， A 阵营也逐渐形成起来。中国 A 阵营的特点跟西方无异，也是贪得无厌、自私自利，都是一群嗜血的蚂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呢 ，A 阵营也迅速渗透到了各行各业，包括建筑业了、金融业了，当然也包括新闻娱乐业。A 作为一个可流动的却无法被彻底消灭的一个群体，那它的存在呢，不仅是国家的蛀虫，而且会造成普通百姓和高层的隔阂，甚至会威胁 B 的执政。因此 B 也陆续出台了诸多的政策和一些相关配套的法案，目的呢就是为了清除 A， 包括有官员的双规了，还有抓捕一些金融大鳄了，还有对金融行业这种违规行为的打击了，还有就是娱乐圈的偷税漏税等等。在中国 A 虽然有钱甚至有势，但这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一点是 B 可以牢牢地掌握住国内的媒体，这是 A 再有钱也无法办到的事情。所以 A 只能束手就擒，有些人呢认罚消灾，有些人呢为了避免损失和遭到处罚而选择逃跑，这些人非常的有钱，当然也恨透了 B。有些呢到了国外跟反华的势力相结合，透过购买媒体等诸多的手段，逐渐成为反中的另一股势力。好，经过以上的诸多论述，显然大家能够意识到一个结论：一个国家如何能让 B 阵营的精英阶层长期执政，而在最大程度上又能限制 A 阵营的膨胀和权力，是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人民幸福的最优解。那如何才能达到这个最优解呢？那显然西方的民主自由无法抑制 A 阵营的扩张，有些甚至会被 A 阵营所绑架。而中国当前的制度似乎也存在着 B 阵营无法长期执政的可能。纵观古今，对于国家如何能够保持长期的富强，先人们也做过诸多的尝试。比如先贤们之间的这种禅让，帝王时代的立长还是立贤的争论，再到西方的君主立宪，直到走向共和，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对于共产主义的美丽幻想。古今中外都在尝试着一个适合人类发展最美好的制度，以达到上面的最优解。这个命题其实不是某个国家选择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社会都应该共同努力去探索的问题。好吧，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